腊菇每个人都爱吃，但你们了解腊菇吗？对于这个神秘生物都有哪些特别之处？究竟是什么味道？本期视频大解密。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郭。很多粉丝要看腊菇，今天呢给你们安排上啊。这个可不是小龙虾啊，小龙虾是外来物种，腊菇可是正经的本土物种，主要分布在东北，是东北的标志性食材。有道名菜叫腊菇豆腐，你们都吃过没？味道那是嘎嘎鲜溜。本期的抛尸一题，咱们就对腊菇进行一个全面介绍。我们在市场上能买到的腊菇基本上都是东北腊菇，也是腊菇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水体必须清澈透明，而且有逆水移行的习性，所以多生活在山林下的小溪中。腊菇跟小龙虾相比，从外形上看基本相似，但颜色上差别明显。小龙虾颜色发红，螯足和脑壳上都长有颗粒状的结节，腊菇则呈深棕色，外壳表面都非常光滑。但也有彩色的腊菇，像这种白壳、金壳、蓝壳的，属于基因变异的结果。这些彩色的腊菇在水族玩家的眼里，那可是梦中情菇，非常的稀有。来，我们看一下腊菇的具体特征。它的脑瓜壳子非常宽大，但壳很薄很脆弱，触角共有2对，中间短的为第一触角，长的为第二触角。它的额角呈三角形，中间有一道明显的额间中脊，两侧长有眼眶。额角的这些特征也是东北腊菇的典型特征。重点来了，如何区分公母？公腊菇的个头和螯足都要比母的大很多，腹部长有2对棒状的交界器，其中第一对为主交界器，第二对为副交界器。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交界器是如何工作的。来，仔细看，在最后一对不足几步的这对生殖口正好对准主交界器的凹槽处。当交配时，生殖口排出的精夹会先排到凹槽里面，然后副交界器会利用前端的产状部位向前推，这样就把凹槽里面的精夹推送到母腊菇胸部下的纳精囊里面。母腊菇的腹部要比公的宽大，因为是腹胚芽目嘛，母呢需要更宽的腹部来进行抱卵。来，我们看一下腊菇的内部结构。打开天灵盖，这些淡黄色的部位是干衣腺，在干衣腺里有一对白色的部位，这是它的精巢，末端是一对细长盘曲的输精管。如果是母的，就是卵巢，这一粒粒像小米的东西就是它的卵。卵会随着逐渐成熟，颜色越来越深，一直变成深棕色。来，我们看一下它的鳃。腊菇的鳃比较特殊，在胸部末节，也就是最后一对不足几步，着生一对侧鳃，也称泪鳃，但小龙虾是没有的。这个特征也是区分小龙虾的重要标志。这是它的胃囊，在胃囊里长有一对白色的圆片，叫做钙石，主要的功能就是存储钙质。虾类在蜕壳前期，甲壳里的钙会向钙石里转移，等蜕完壳后，钙石里的钙重新再释放到新壳中，使外壳变硬。打开胃囊，里面还长有3颗齿状的膜齿，用以研磨食物。在头部里还长有一对绿色的囊状部位，这是它的触角腺，因为是绿色嘛，所以也称之为绿腺，是由后肾演变而来，就相当于它的肾。大脑位于头部顶端，后面发出来一条主神经索，这个部位是心脏。腊菇的肠腺要比小龙虾干净得多，一比就比出来了，吃的时候怕麻烦，肠腺不好也行。以上就是腊菇的基本特征。好了，那么腊菇怎么做好吃呢？那必须是东北名菜腊菇豆腐。做之前需要处理一下，先将洗净的腊菇去掉脑壳，脑壳去掉的时候，胃袋也一样带出来了，这些黄都抠出来，放在碗里面备用。然后把鳃撸不掉，鳃里可能会含有泥沙。都处理好了以后，上料理机，加点水，全部打碎，然后用滤网把汁儿全滤出来，剩下的渣子就不要了。汁儿如果太稠的话，可以加一些水进去。来，起锅烧油，把葱花爆香，倒入滤好的腊菇汁儿。当温度逐渐升高时，腊菇汁儿里面的蛋白质会变性凝固，与水进行分离。当彻底分离以后，汤也就变清了，就会形成水豆腐一样的形状，所以称作腊菇豆腐。等水打开的时候，放入刚才抠好的腊菇黄，再撒入一把韭菜末，调味只需加一点盐，其他任何调料无需再加，这就 KO 了啊！大一点的腊菇，我们再整个清蒸。来吧，开始码味儿。这个汤闻起来就是一股鲜味儿。先蒸口汤啊，
鲜了。它这种鲜是那种纯洁的、自然的、纯粹的鲜，不带有一丝的杂味儿。我觉得是人生必喝的一种汤。来，咱们尝口豆腐啊。入口即化。我怎么形容呢？此菜只应贴上有，人间能有几回尝。鲜中还带着虾黄的香，不愧为一道非遗美食啊，真好吃。来，咱们尝一个清蒸的啊。吃这个辣锅啊，第一口很重要啊，先把它这个黄啊给嘬了，精华。哇，香！它不仅有那个虾的鲜，还有蟹的香啊，口感也非常的细腻，回味无穷。掺个肉啊，这个肉就是不太好扒，太小了，但挺 Q 弹啊。非常非常的鲜嫩啊，就是没多少肉啊。做总结啊，我觉得这个小个的性价比高，你像那个100到150头的辣锅，7、8、11斤，2斤能周我满满的这么一大碗。大的贵不说，能吃的位置太少了啊，不太合适。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下期见，拜拜。大对虾每个人都爱吃，但你真的了解对虾吗？你会分辨正经的海水对虾吗？ Hello， 大家好，很多粉丝私信我，让我做一期大虾的视频，今天终于上播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就是每次买的虾做的虾味都不一样。巧了，我的哥们儿就养过虾，也做过水产生意。今天我一个视频给你深度分析和剖析咱们市场上最为常见的南美白对虾，让你们了解一下对虾的水究竟有多深。本期视频干货满满，建议转发给你们的亲朋好友。 以后买虾的时候对比我的视频，你们将不再迷茫。南美白对虾学名凡达宾对虾，是我国80年代末引进的一个品种。在说它之前，我们就得先了解一下和南美白对虾长得极为相似的我国自有品种中国对虾，学名东方对虾。南方的朋友可能叫大明虾。对虾一词就是因此虾得名。过去的时候都是一对一对的为单位进行售卖，所以老百姓都叫为对虾。我们看一下。 这只就是我哥们在岛上偶然打到的一只活体野生东方对虾大虾母。90年代前，我国养殖的都是这种虾，而且是纯海水养殖，味道极其鲜美。但是这种虾抗病能力差，一死就是一窝，养殖户的心态都干懵了。直到南美白对虾的出现，又重燃了他们的养殖信心。南美白对虾具有光盐性、光温性，可在海水、咸淡水和淡水中生活，加之它们的生存水温为6到40度，现在已经是全球主要的养殖品种。我们看一下两个虾的具体区别：中国对虾的头胸部宽大长，额角细长，平直前伸。 注意看，它的额角下缘有3个齿，而南美对虾的额角下缘是2个齿，并且头胸部和额角都比较短。还有一个特征能够明显的区分出来，就是看它的纳精囊。中国对虾的纳精囊是封闭式的，在第4、第5部足之间，这个位置由2片壳板组成，中间有一个开口。母虾在性腺没有成熟前，会提前进行交配，这时公虾会将精夹注入到母虾的纳精囊里。 4个月后，母虾才会产卵，同时纳精囊开闸，释放精夹里的精子。公虾的精夹就藏在最后一排部足基部，成熟时会变成白色。来，这就是对虾的精夹，精子就藏在里面。有多少人是第一次见到对虾精夹的？出来打卡，我看看有多少人。南美白对虾也有纳精囊，但是是开放式的，没有壳板，没有开口。不同于中国对虾，南美白对虾不需要提前交配，母虾成熟时，公虾会将母虾 抱住，释放精夹，将精夹贴在纳精囊这个位置。大家不要担心，不会掉下来。新鲜的精夹是很有粘性的。我怎么感觉又讲了一堆无用的知识呢？大家觉得有用吗？反正是知识都是有用的啊。来，咱们继续讲区分方法。还有一个区分大虾公母的标志，就是看这里，公虾的第一对永足的玻璃盖这块长了一对小的附枝，看见没？这不是加油枪啊。 这是它的交接器，加油枪在这儿呢啊，这是加油枪。母虾没有，
对虾死后的形态就更好区分了。中国对虾死后身体发黄，痈足和尾部发红；南美对虾死后身体呈白青色，痈足和尾部为白色。这里我要重点讲一下南美白对虾。虽然南北白对虾是海虾，但是现在的淡水养殖技术已经成型了，从虾苗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淡化胁迫。你们买到的虾未必是海水养殖的，那么如何区分呢？海水虾的颜色发青，壳厚，虾身扁长，吃起来口感 Q 弹鲜甜；而淡水养殖的颜色发白，壳软，身体偏胖。如果是池塘养殖的，吃起来的口感面兜兜的，发柴，会有一点的梨腥味。如果你还分不出来，我教你一招，你把虾鳃上的水你挤点舔一下，如果啥味没有，那就是淡水虾。重点来了，如何挑选一款正经的南美对虾呢？看2点。一看颜色，2看冷冻方式。我所展示的是3款白虾，颜色越深的越好，说明虾青素的含量高，煮出来的颜色通红的。但是这种虾市场上较少，大部分都是从泰国进口的，称之为泰虾。其次就是这种青色的，市场上最为常见，像这种白不刺啦的，几乎就是淡水虾。虾的冷冻方式有3种，分别是气冻、水冻和盐冻。气冻无冰衣无碎冰，虾和虾之间是连在一块的。有一种气冻里面会含有碎冰，这碎冰是哪来的？那就是奸商为了增加毛重故意加上去的。水冻就是这种带冰坨子的，这种虾是比较普遍的，缺点就是黄化起来比较费劲。我要重点说一下盐冻，盐冻一般都是进口虾采用的一种技术，在冷冻之前会喷淋一种卤水，卤水就是高浓度的盐水，然后再进行冷冻。盐冻虾的表面泛白，带有白色盐晶，虾与虾之间是分散的，煮熟后不缩水，形态好，颜色好，鲜度好，口感好，而且自带鲜味。然后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包装。很多人不明白包装上这个3040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下，3040就是每1000克虾它所含的虾的个数就是30到40个啊。如果是20-30，就是每1000克里面有20个到30个，数字越小证明虾越大，如果数字越大就证明虾越小。那么这么一盒能装几斤虾呢？一般都是4斤装的。大家注意，学问都在这个装这儿呢。4斤装的并不意味着就是4斤虾，盐冻和气冻的都在1.8公斤左右，如果是水冻的就在1.4公斤左右。所以大家在买盒装虾的时候一定要问净重多少，以免上当。还有虾的包装颜色，除了中国、伊朗、沙特的包装是白色的以外，大部分进口虾的包装都是这种彩盒包装的。进口虾以厄瓜多尔、泰国、伊朗、沙特的品质更为好一些，因为他们的淡水养殖远比海水养殖的成本要高，所以你们买到的几乎都是海水虾。重点来了，如何选择新鲜的虾？我们在市场上所看到的都是这种缓化好的虾，其实都是这种盒装缓化的。除了活虾，我划分了4个等级。第一等级，壳亮、青头、无断须，眼珠子直愣愣的，这是活冻虾第一次缓化好的，口感和活虾没多大区别。第2等级，如果发现了虾头部分有一半面的出现了红头现象，脖梗子这块开始松动了，说明第1天没卖出去，进行了2次缓冻。有很多人专挑这种红头虾，以为这是虾的黄，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这不是黄，这是虾的肝胰腺。常温状态下，肝脏中的甘油会分离出来，甘油是红色的，所以虾头显现的就是红色，这个鲜度吃起来也没问题。第3等级，虾头部分已经大面积红了，而且脖梗子已经完全脱节，这种虾煮完之后虾头是空的，你就只能吃到虾肉了。第4等级，那就是全身变色，虾身已经开始发红了，这种虾已经开始腐败了，不能吃。有的虾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虾身没有变红，但是壳和胸部这个位置发黑了，这种虾没有事儿。虾壳变黑主要是因为虾体内的多酚氧化酶使酪氨酸产生黑色素，对虾肉没有影响，是可以吃的。还有一点，我们在市场上为什么买不到带籽儿的养殖大虾母？那是因为虾的养殖周期只有90至110天，对虾在长到11厘米以后，生长速度就会缓慢，再继续养的话，饲料成本增加，那就赔了。而且母虾在110天之前，性腺没有发育成熟，是不会有籽儿的。即便养到上籽儿，母虾甩完籽儿很容易死亡，这就是为什么看不到大虾膜的原因。如果你能买得到带籽儿的，那基本上都是野生虾。这个视频做了3天3夜，老想着怎么能让你们学得通俗易懂，思来想去，
只有28个字。你们关心的这几个老小现在都挺好的啊，大家放心，小头摇的非常的开心。好了，这期咱们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